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富贵竹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它的叶片翠绿，具有生机活力，再加上富有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所以很多花友都会在家里面养上一些富贵竹。一来可以装扮家居，提高家居档次；二来有利于风水，属于吉祥花。但是家里面养富贵竹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一、哪些地方不能摆富贵竹？一、南侧阳台以及向阳的窗边不能放富贵竹。我们都知道，富贵竹属于耐阴性花卉，它对光照的需求并不是太高，光照太强很容易灼伤枝叶，引起枝叶发黄、蔫巴的现象发生。而南侧阳台以及向阳的窗边等位置是直接可以接受阳光直射的，基本上每天的光照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进入夏季以后，这两个地方不但光照过于强烈，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0度以上，这显然违背了富贵竹喜阴怕高温的生长特点，会严重弱化富贵竹的长势，甚至直接造成枯萎，所以南侧阳台以及向阳的窗边不能摆放富贵竹。二、空调周围不能放富贵竹。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把富贵竹摆放在空调周围，其实这个位置最不适合放置富贵竹的，因为空调周边的空气比较干燥，湿度根本达不到富贵竹的生长要求，很容易让富贵竹出现叶子发黄、掉叶等一系列的情况，不利于富贵竹的生长。另外，空调周围的温度都比较低，而富贵竹又是一种喜温暖的花卉，对低温的耐受力较弱，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下很容易冻伤枝叶，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富贵竹枯萎，所以空调周围也是不能摆放富贵竹的。三、暖气片周围不能放富贵竹。进入冬季以后，气温普遍较低，有些地区的温度甚至可以降到零下10几度，这么极端的气候显然不利于富贵竹生长，所以很多花友都会把富贵竹挪到室内，放在暖气片上来养护，其实这种做法非常错误。富贵竹特别怕高温，温度一旦高于30度就会让植株散失大量水分，变得蔫巴无力，而暖气片周围的温度普遍较高，空气也过于干燥，这两个致命因素会直接把富贵竹烫死，使得本来生机勃勃的富贵竹变成一棵枯草，所以暖气片周围也是不可以放富贵竹的。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方地区拥有暖气片的花友，南方地区的室内一般没有暖气。四、门口、厕所等处也不能放富贵竹。以上主要从富贵竹的生长特点来说的，除此以外，富贵竹还是一种吉祥花，是有利于家中风水的，所以家里面摆放富贵竹也要有所讲究，不能破坏了风水，以免带来不好的运气。像门口这个位置是不能放富贵竹的，因为门口与外界相通，容易把财运送走，不能更好的聚揽财气和福气。另外，厕所里面也不能放富贵竹，因为厕所里面的阴气太重，会冲掉富贵竹的吉利，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五、富贵竹不宜放在财位上。从风水角度来讲，放在财位的植物宜大叶，忌种一些叶子呈尖长形的植物，所以富贵竹不宜摆在财位，将其摆放在财位或杀位，只会令到运势转差。有很多人都会误解富贵竹为增进财运的风水物品，其实这个名字只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在全屋的财位放置富贵竹，会导致财运上有损失。二、哪些地方养富贵竹好？一、放在墙角。墙角摆放富贵竹，对于聚气是可以产生很好的影响的，因为在住宅风水里面，本身墙角的聚气空间就很大，但是却因为没有聚气能力而很容易积累阴气杀气。如果再次摆放了富贵竹的话，那就会在聚集风水气息的同时，还能化解阴气杀气。二、放在沙发旁边。沙发的旁边也很适合摆放富贵竹，因为沙发是家里人茶余饭后休息的地方。如果再次摆放了富贵竹，那就可以使得家里人的情绪更加安稳，平时家里人之间的关系也一般都是会因此而更加和谐的，所以整个家庭的运势也会因此而提升。三、放在走廊。走廊是很忌空空如也的，如果走廊空荡荡，那就会导致家人很容易遭到冲击，运势也有下降。如果在走廊摆放一些植物，例如富贵竹，那就会产生很好的影响，使得家里人更加和谐。当然，最好就是在走廊的两端都摆放，这样可以产生的风水效果是会更好的。四、流年文昌位。
富贵竹够带来财运，本身就有很好的寓意，可以将其摆放在家中的流年文昌位上，长此以往可以带来开运的效果，还能让风水变好。需要注意的是，富贵竹不要摆放在散发冷风的空调、电扇前面，否则会出现叶片干枯衰败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还会使家里风水变差，家庭成员会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身体健康状态会严重下降。摆放在室内时，富贵竹不能单株养在室内，要注意选择2株以上的。原因在于单株植物放在室内的话，会形成一个困字，还会严重影响到家里的风水，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另外，富贵竹还具有提升事业运和学业运的作用，因此也可以将其放在书房或者是办公室。5. 九子喜庆位，将富贵竹摆放在九子喜庆位，可以使家庭充满幸福与快乐，更加欢乐圆满，还能够带来婚嫁、升迁等喜事，不断加强和改善家里的运势，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还可以将富贵竹放在厨房或者是冰箱上面，正好可以对杀气进行流动吸引，从而及时清除家里淤积的杀气。富贵竹还可以直接摆放在家里的财位上，要找到明财位和暗财位，直接将其放在这里，必然能够催旺金钱运势，让家里财源滚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法，家人能够赚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无意间购买的彩票，忽然间中了大奖，从而一夜暴富；再比如说，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比如说股票和基金等，赚取丰厚的收益等等，家人可以实现财富自由。3. 富贵竹种几枝合适。1. 水养富贵竹以1枝或4枝为宜。在易经上说到，天意生水，地六成枝。如果大家是打算水养富贵竹在花瓶中的话，最好就是1枝，因为天一天为基数，又能生水，能够保证富贵竹有充足的水分，同时也有一展宏图的寓意。假如觉得1枝很单一不好看，也可以养4枝，经生水，利于植物生长。2. 盆栽富贵竹以2枝或5枝为宜。如果选择用泥土盆栽富贵竹，最好选用2枝或5枝，因为2属火，火寓意旺。如果把种有2枝的盆栽富贵竹摆放在店铺里，可催旺店铺的生意，寓意生意兴隆。5行属土，是有扩展、开放领域的意思。如果是从事的事业需要扩展领域之类，种植5枝富贵竹最适合。3. 催旺学业以5枝或4枝为宜。富贵竹除了有招财的功效，对于学业、事业也有兴旺的作用。一般把富贵竹摆放在家中的文昌位上，就能助事业、学业节节高升了。而富贵竹的数量最好是5枝，分别4枝长、1枝短。当然，市面上有设置成塔状5根的也是可以的。如果嫌太多或不知道怎么摆放好看，选择4枝也可以。在风水学说上，4是文昌的数，只是5枝刚好有塔形的5个点，寓意比较清晰一些。此外，还可以用方形或圆柱形的花瓶水养富贵竹，以9数来摆放。9当然不是9根富贵竹了，而是富贵竹和铜钱加起来总数为8，可以富贵竹5，铜钱4，也可以相反，9数一9，寓意福气富贵长长久久。而水养植物容易在瓶子内滋生虫子，放铜钱可以避。都觉得现如今的空气质量一天不如一天，因此每个人都会在家中摆放一些植物来吸收这些废气。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会有植物出现在家中的现象。那么，在家中摆放什么样的植物才会给自己带来好的运势，可能是很多人在意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从植物风水的角度来看看不适合放在家中的植物都有哪些吧。1. 龟背竹。龟背竹这种植物如果按照平常的理论来看，摆放在家中是比较好的。其一，这种龟背竹能够吸收很多的二氧化碳。其二，夏天放置还能够给人带来清爽的感觉。这种植物摆放在家中，虽然优点甚多，但是有一点不利，大家都应该不是太了解，就是从名字学来看，此植物影响家里人的运势。你可以想一下，龟有一个沉重的外壳，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压力，心理包袱沉重，所以做事都会感觉非常的压抑，自己的事业运势就会受到阻碍，财运就会下降。2. 吊兰。所谓吊兰如果摆放在家中，则对空气的清新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名字来看，这种花如果摆放在家中，那么对其家人的运势就会起到影响。
尤其这个花名字的第一个字调，一听起来就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惧，对人的心理起到一种压力。所以家中如果摆放这种花，那么家中的运势就会差一些，尤其在健康上面要多加的注意。3. 万寿菊。所谓的万寿菊可吸收家中电器、塑料制品等散发的有害气体，但是这也是万寿菊的一大好的特点。其中万寿菊还有另一大特点，这个特点是从姓名学中所分析的，那就是万寿菊用谐音来读的话就有拘束之意，所以家人的健康方面要多注意一下。虽然人的名字占据有人的一部分运势，但是一些家中的摆放设施往往也会给人的心理带来压力，往往间接的给人带来不利的运势，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名字的重要性，才能给自己带来较好的运势。4. 仙人掌。很多人都感觉仙人掌这个植物如果放在卧室之中，一定会对家人的睡眠有所帮助，这个其实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这只是仙人掌有利的一面。如果从名字来看的话，仙人掌如果用谐音一读，就有仙人掌的意思，所以往往在事业之中容易被别人所陷害，所以事业往往会一直的不顺利，一落千丈，对人打击较大。5. 含羞草。含羞草虽然名中带草，但也是能开出粉紫色花卉的植物，它的叶子很有特点，如果碰到异物或到了夜晚就会闭合，这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所以许多人抱着好奇的心理会养殖它，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含羞草含有碱性毒，容易导致动物毛发脱落，而且在风水学中预示着家宅不安，夫妻不和。6. 夹竹桃。夹竹桃的花很美，花期很长，春夏秋皆可开花，它有一点的药性，但又含有毒性，就连花香都不能久闻，否则会让人昏昏欲睡，若是不小心沾到它分泌出的乳白色汁液，误食后就会中毒。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危险系数较高，如果很喜欢夹竹桃，养在室外不易被人碰到的位置也可以。从风水学上讲，夹竹桃放在客厅或阳台会破坏客厅和阳台原有的好风水，使风水变差，家人就会出现财运下降、工作不顺的情况。7. 虞美人。花色艳丽的虞美人属于罂粟科，它的全株都有毒，当然是误食后才会中毒，而且这个毒性还很厉害，会引起神经系统的中毒，若严重会对生命有危险。8. 水仙。喜欢水仙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其实水仙也是有毒的花卉，我们在家种植要小心种植或换水时别弄破它的鳞茎，因它里面含有拉丁可毒素，粘在手上误食后会引起呕吐、肠炎。水仙的叶和花含有汁液，一样是有毒的，同样要小心粘在手上。9. 曼珠沙华。此花传说开在黄泉路上，又名彼岸花，有花无叶，有叶无花，开花时鲜艳如血，所以很多人认为曼珠沙华不适合养在家中。10. 白菊花。白色的菊花具有哀悼、寄托哀思之意，常用来祭奠之用，所以很多人认为把白菊花种在家中很不吉利。若是喜欢菊花，可选择的品种还有很多，能不种白色的就不要种了。11. 扶桑花。要说起家里千万不能养的花品种，扶桑花绝对会是其中之一。民间流传的扶桑花带有阴气的说法，因此养殖在家里会招惹到不干净的东西，导致人们诸事不顺。而扶桑的谐音是扶桑，也暗含着死亡的含义，显然是非常不吉利的。12. 茶茗。白色的茶茗有着末路之美，它的花期在春末，代表女子的青春已成过去，因此很多人不喜欢把它种在家里，没有人想自己的感情被终结。13. 爬山虎。对于爬山虎这种植物，最好也不要将其养殖在家里，会遮挡光线，使室内的阳气不足，这样长期以往阴气就会很重，不仅影响了主人的身体健康，甚至还会招惹到不干净的东西，对于家里风水是不吉利的。14. 昙花。关于家里养什么植物不吉利，其实昙花也是其中的一种，因为昙花一现的成语是众人皆知的，昙花虽美，但是好景却不长久，给人们的感觉十分不吉利，什么东西都会稍纵即逝一样。15. 挽莲。在民间很多朋友们家里都十分忌讳挽莲这种植物，更不要说将其养殖在家里了，因为挽莲谐音为挽联，寓意非常不吉利，所以也受到人们的抵触。16. 彼岸花。不论是从特征还是花语还是颜色上来看，彼岸花都充满了不祥的征兆。传说中的彼岸花是生长在黄泉路上的花，是冥界之花，其血红的颜色看起来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害怕不已，所以这种不吉祥的花最好不要在家里养殖，想必也很少有人养殖彼岸花了。17. 梅花。其实梅花也是一种在风水上相对而言不是很吉利的花，
因为它的名字与霉谐音，因此会导致霉运的聚集，从而让好的风水变差。人们如果养护这种鲜花，虽然能受到情感熏陶，但是好的风水运势也会失去，从而倒霉不断。18. 曼陀罗。曼陀罗的颜色比较艳丽，有的人就是因为好看要养它，但是它的全株都是可以入药的，就是说它的花和枝干都是有毒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家里有孩子和宠物的就不要放这么危险的东西放到自己的家里了。19. 夜来香。虽然说夜来香这种花卉十分清香扑鼻，在风水上也没有什么禁忌，但是夜来香之所以叫做夜来香，是因为其在夜晚会散发大量的香气，影响人们的睡眠。而对于高血压患者们来说，闻久了这种气味很容易就会造成郁闷、头晕，甚至出现脑中风现象。20. 假花。现如今很多人工作中忙碌，怕抽不上时间来照料植物、盆栽植物，因此以便方便而挑选在家里放置仿真花假草来替代真实的绿色植物。实际上那样在风水上是不利住宅风水的。由于在风水学中，植物是有生气的，放置吉祥如意风水植物在住宅中可以声望住宅风水，而仿真花是死的，没有生气，没法起到声望住宅风水的作用，并且仿真花假植物还非常容易引来桃花杀。在住宅中放置塑胶植物不但不容易产生好的风水效应，还可能会对家人健康非常不利。可以种植的植物还有很多种，我们都想把最美的、寓意最好的花卉种在家中，在选择时可要下点功夫了，不能盲目选择。2. 2种生肖专属幸运植物。1. 生肖兔。旺财植物富贵竹。生肖属兔的人不太懂得赚钱的诀窍，金钱观也相对保守，因此他们的财富都累积得相当慢，想要发财都不是很容易。生肖属兔的人可以在自家冰箱上摆放数只富贵竹，必须要单数，可以帮助你提升发财的速度，让钱财赚得更多更快。2. 生肖龙。旺财植物仙人掌与万年青。生肖属龙的人财运是非常旺盛的，不怎么工作也能有钱入袋，但他就是身边容易有小人作祟，从中妨碍他们的赚钱道路。生肖属龙的人可以在客厅的西北方向拜放仙人掌，可化杀防小人。客厅中是最常出现植物的，植物的种类有许多，虽然客厅摆放植物也有许多的好处，不过客厅植物也是有相关的风水禁忌，不是任何一种植物都适合摆放在客厅中。我们一起来看。1. 圆形茎叶较多的植物带有好兆头，在选择客厅植物时要特别注意叶子的形状，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尖叶的植物，因为凡是有尖角的东西都会产生煞气，会给你带来不利。因此最好在客厅摆放那种圆形茎叶较多的植物，或者是宽叶没有尖角的植物，更能够给你带来好兆头。2. 带刺的植物招小人，一些有刺的仙人掌、芦荟、树叶下垂的小垂柳以及带有藤蔓的植物都不适宜摆放在客厅中，因为这些植物会产生阴性能量，不仅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还会给你招来小人和是非。3. 暖色调的植物更开运。在选择植物的颜色时，除了最常见的绿色之外，一些红色、黄色等暖色调的植物都有很好的寓意，会增加客厅里的阳气，给你带来好运。而那些颜色偏冷的植物，例如白色、蓝色等，则不适合摆放，因为它们会产生阴性的气场，将你的好运赶跑。4. 假的插花不利财运。客厅里的植物一定要活力充沛的，充满生机的，最忌讳选择那种经过加工处理的干花或者是假花，因为这样的花整个气场都是死的，没有生气，摆放在客厅里会使你的运势受阻，财运不畅。5. 客厅植物的摆放要求。摆放于客厅不应过大，最好以中小型植物为主，过小其作用也相应减弱，过大容易影响空间环境，使客厅产生压迫感。客厅摆放植物数量要适中，不需要为了更好的风水而执着于数量多上，只要能够很好的装饰空间就行了。但是要注意植物的摆放位置，除了注意风水位置之外，还要以不妨碍人们走动为宜。摆放时候要注意中小搭配，以达到完美装饰的视觉效果。植物都有自己的气场，如果想要植物产生积极的风水影响，那么就是要注意了，选择合适的植物摆放在客厅中是很重要的。2. 大门两侧种什么树吉祥？住平房的朋友喜欢在大门的两侧种树，不过树可不能乱种，小心坏了风水。
大门两侧种什么树吉祥，以及种树的风水讲究呢？一、竹。文人把竹视为贤人君子，竹因为是高雅脱俗的象征，无惧东西南北风，更可以成为家居的风水防护林。在家门口种植竹子，在风水上还具有保护家园的含义，但不宜种植太多。二、枣树。枣谐音枣，风水认为门前种枣树风水好，但在门前植枣树，遇早得贵子，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一步。婚礼中枣、花生、桂圆、瓜子组合成为必备的喜宴物品，谐音早生贵子也。三、石榴树。石榴树自古以来就很受欢迎，很多人都喜欢在院子里栽种石榴树。这因为石榴树不仅寓意很好，而且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石榴树非常容易成活，其所开的花是红艳艳的，非常的喜庆，同时所结的果实像一个灯笼，成熟了以后也是红色的，并且因为石榴中有很多的小种子，寓意着多子多福。四、桂花树。传说在月亮上就有一个丹桂树，也是因为这个传说，桂花树自古以来就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观赏树，常被栽种在房前屋后。如果在房子前面栽种观赏树，那桂花树真的是不错的选择。这种树四季常青，观赏价值也高，有些是在农历8月份才开花，有些是一年四季都能开花，飘香四溢。五、柳树和槐树。在民间有着前不栽桑后不栽柳的说法，就是说在房前不能栽种桑树，房后不能栽种柳树，但是在大门前栽种柳树却是可以的。在民间还有着门前一棵柳，珍珠玛瑙往家走，门前有棵槐，金银财宝往家来。三、大门两侧种树的风水讲究。一、树不能离住宅太近，树干的大小与距离远近会对家宅产生不同的影响。通常来说，若是庭院中的树，树干若是比较粗，或者距离家宅比较近的话，那么带来风水的影响就大了。也有时候你会看见距离大门太近，导致一出门就要绕道走，在风水上是特别需要忌讳的。二、树木不可过于高大，树木过于高大挡住大门，寓意着阻挡财气进门，阻挡阳宅的采光率，导致阳宅采光不足，势必会影响家居风水。若是树干比较扭曲的话，也是不利的，容易给宅主带来不利的影响。三、树木枝叶要旺盛，树木要枝叶旺盛，否则失去了生命，就形成枯木一般，那么宅主的运势会受到枯树的影响，发生改变，开始走衰运，事业上提不起劲儿来，财运无法开展，生活比较辛苦。四、树木形状不能怪异，树木形状枯萎等与人类息息相关，常言道树木败则宅必消亡，因此门前的树木要是笔直的，如果大树露出根者，主劳风气骨，寡母残疾；如果树心空，则主心腹病；如果树枝烂，则主手足疮；如果树根入屋，蛇引而至。五、门前的树不能弯曲，如果树木有弯曲臃肿的现象，那么住家成员的健康也将有不良的影响，就容易腰酸背痛，或者是有驼背的现象。最后，咱们平时逛花市的话，往往会发现不少很特别的风水花卉，寓意兆头五花八门。其中光招财旺事业的风水花卉最受欢迎，下面就来看看下面这9种公认的风水花卉，看看你养了哪几种。一、黄金万两。黄金万两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霸气侧漏，它的本名叫富贵子，有的地方也叫百两金和金玉满堂，属于朱砂根，属常绿小灌木，树形不高大，但树冠伞形，枝叶茂密，到了秋冬季，一串串果实变成红火色，看起来喜庆吉祥又富贵。它在众多风水花卉中相当受人欢迎，典型的招财旺事业型。花市上价格不菲，尤其是临近过年，经常用金灿灿的高级花盆映衬。二、钱串多肉，它是多肉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叶片形似古代钱币，叶片排列成串，平时叶色为绿色，
春秋冬季光照足的话，会有绿变黄直至红色，看上去非常讨喜。前串多肉在风水上也是招财旺事业的，关键是它便宜又好看，养起来不占地方不费水肥。3. 佛手，佛手属于芸香料小灌木，它的果实非常特别，形状像佛的手掌，颜色黄金。它不光是中药，也是重要的风水花卉，观赏性也特别强。在风水学上，佛手盆栽化厄运旺事业，适合南方地区养。4. 鸿运当头，鸿运当头一听这个名字就讨喜，从南方风水学上来说，它也是相当旺事业的。家里养一盆，好运连连，财运不在话下。它属于凤梨科花卉，叶片翠绿，花朵鲜红，开在叶丛顶部，美丽大方。室内养的话，客厅、书房、办公室都装饰性极佳。5. 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本名叫白掌，属于天南星科花卉，它叶丛美丽而高雅，花形别致，花色洁白，盆栽来观赏非常漂亮。在风水学上，它属于典型的旺事业型花卉。科学角度来讲，它的植株对氨气和甲醛都有过滤净化作用，也有利于健康，相当值得养。6. 西财树，西财树一听名字，很多人就觉得很有西医，它的植株不大，很适合盆栽，叶片形似吸管，在风水学上具有很强的西财特征。其实它是一种多浆肉质型小灌木，跟玉树一样，属于景天科青龙所属，不过它的形状更漂亮一些，春秋季节显色会呈现出亮丽的金黄色甚至橙红色，非常美丽。7. 发财树，发财树又名招财树，一听名字就是招财旺事业的，它属于木槿科常绿乔木，耐湿耐热，是南方地区最受欢迎的招财类风水花卉。南方人对它爱到骨子里，不光家里养，办公室、商店门口也经常会放上几盆。8. 黄梅，黄梅是梅花的一种，梅花作为中国10大名花之首，株形、花朵、花香都是一绝。有些人说梅花谐音梅，是不吉利的花卉，殊不知黄梅在传统风水学上可是出了名的招财旺事业。另外，黄梅盆景格调高雅，价格不便宜。9. 铜钱草，铜钱草是价格最便宜的招财系列风水花卉，本质上是一种多年生匍匐草木植物，它的株丛很矮小，但是叶片圆圆的，叶色油绿，形似铜钱，它的生命力极其旺盛，耐热耐水湿，耐晒也耐阴，比绿萝还好养，盆栽很容易长满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